你是不是有时候在一些社交媒体上，就是总看到一些这样的视频？几乎就是每个社交平台上都有那么一批中国人，他们是高端精英的代表，豪车名表、海外度假呀、奢华晚宴，似乎没有他们买不起的东西，就仿佛每个人都过上了梦幻生活。那中国真的这么多有钱人吗？如果月薪5000的话，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水平？你看这些媒体啊，整天都在说我们中国人啊，均存款50万。7月，全国居民的新增存款达到11.09万亿，同时截止7月末，全国居民存款总额达到131.09万亿。按照14亿人口来算，人均存款高达9.42万亿。如果再按一个3口之家来算，平均每户家庭存款达到28.26万元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真实的数据是怎么说的。中国统计局发布2022年，就是全国居民的人均年收入，就是只有3.6万元，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一个月。但是别忘了马云、马化腾这些富豪，他们其实很大程度拉高了平均数，不然大家怎么老是调侃这个，如果我跟马云平均一下，我也是亿万富翁啊。那么如果把大老板去掉呢，那数据会更加的扎心。那就是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，然后只有1000块钱。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，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，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。所以的话，如果你月薪5000块钱已经超过了全国95%的人，如果你月薪过万呢，那就打败了这个全国99%的人。那看完这些真实的数据呢，现在你还会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很有钱吗？在北上广深的打工人月薪几千啊，扣掉房租伙食，然后还能存下多少钱呢？为了省钱，深圳有1300万人住在那个没有阳光的城中村，全国有1400万人每天就是忍受着来回2个小时的极端通勤。要是结婚买房呢，那就得掏空6个钱包才能凑够首付，而且还要供孩子读书，1块钱呢就是要掰成2半花。如果突然生病住院，几万块钱的医疗费要东拼西凑，就找人借钱。像这样啊，不敢结婚，不敢买房，生不起娃，也生不起病，这个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。之前批评年轻人啊，当月光族不存钱，沉迷消费主义。现代年轻人存钱呢，又怪年轻人不婚不育不消费。那总之呢，就是换着花样催你生孩子，支持人口事业，千方百计的让你买房，支持经济的发展。谁都知道啊，大钱不是抠出来的，但是问题呢，这个收入就这么3000块，只能一笔一笔小钱存起来。这个存钱当然不是最高效的，也不是最聪明的。去炒股赚钱很快，但是呢，赔起来也很快。这个时代缺乏变数，缺乏机遇，存钱是普通人改变自己命运，就是唯一能做的事情。因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启动资金对于富二代来说呢，这个资金可以来自于父母，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，这个资本其实只能来自于存钱。年轻人抛弃消费主义没有任何错，就是不惜小流，无以成江河。所以你们还觉得中国人都很有钱吗？